幸运的是，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没有出现，蓝湛不是什么熊猫血，魏婴也没有跟他同血型，医院血库里的血也充足。通知只是告知一声，血库迅速调来血液，几个小时之后蓝湛就被推进普通病房了。魏婴特意找到医生说明受伤原因，请求医生能不能看一看蓝湛有没有骨折或者骨裂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上下看了看这位家属奇特的装扮，告诉他80%是幻听了，病人只是失血有点多，伤口是吓人了点，但根本没伤到骨头。魏婴摸了摸鼻子，问道：会留疤吗？缝了10好几针，肯定会留的。大男子汉留个疤也没什么，又不明显。是男人也不能。魏婴一顿，默默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，谢过医生，离开了。其实如果换做他，缝个几针留个疤当然没什么，说不定他还会以此为荣。但是如果受伤的是蓝湛，他就觉得不妥。像蓝湛这种冰清玉洁的人儿，身上怎么能有疤呢？可是做警察的，哪个身上没点疤痕？所以魏婴没再说下去。治疗能这么顺利，其实也归功于魏婴一路狂奔，及时的把蓝湛送来了医院。但是魏婴在病房门口站着，一直到同事们押回犯人再赶到了，也没好意思迈进去一步。所以当刑警大队的各位们赶到时，看到的就是自家副队长面门思过的奇景，还差点因为装扮特殊没认出来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一时竟不敢上前。这什么情况？蓝队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半晌，面对罪犯英勇无畏的刑警们才迈着忐忑的步伐，怀着紧张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唤道：副队，却依旧吓到了不知道第多少次从门上玻璃框往里偷窥的魏队长。倒不是因为蓝湛为他受伤他心里有愧，而是方才情况太紧急没顾得上，现在情况稳定下来了，魏婴心里那点小情绪成了倍的涌上来，让他实在招架不住。在 H 酒店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，他大概可能也许是喜欢蓝湛的，不是朋友之间的喜欢，而是带着非分之想的那种。蓝湛替他挡下那一击的时候，他的心一瞬间被揪得死紧，不同于皮肉之苦的疼痛几乎捶麻了他的神经。那一刻他倒宁愿挂彩的是他自己。明察秋毫，遇事果断的为副队长为情所困，活了20多年，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对面还是个男人。他倒是不介意是男是女，关键是对方介不介意。像蓝湛这样重情重义的人，会冲出来替他受这伤，十有八九是出于兄弟情义。甚至魏婴反思了一下当时的情况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替周围的兄弟出生入死，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。他对蓝湛是怎么看他的半点头绪都没有，只能在病房外站成一根柱子，还是个担心蓝湛醒了见不着自己的柱子。魏婴想，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他的？打电完，刚来总局，刘小姐那案子，天台上，应该是天台上吧，不都说真爱都是一见钟情吗？魏婴想，那蓝湛到底是怎么看我的？是当作普通朋友吗？爱早知道我就不跟他说做兄弟了，哪有对兄弟有非分之想的？魏婴想，他怎么还不醒？医生麻醉是不是打多了？个手臂手术还要打全麻，脑子有病吧？魏婴想，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太急了？一般人会那么急吗？人命关天怎么能不急？蓝湛应该没察觉到不对吧？一会我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这怎么装？幸甚至哉，队友们来了，只要有点人，多少能壮胆。魏婴收起心绪，没事人似的招呼他们过来，奇怪道：你们这都什么表情？快过来啊！队友们再次面面相觑，一人道：副队，蓝队他。你们蓝队好着呢，刚从手术室出来，还没醒。嘘，我开门了呀。打着光明正大的幌子，魏副队长终于克服内心恐惧，踏进了病房。平时的蓝湛就安静得像块冰，那一双淡眸只一眼就能把人动起来。这还是魏婴刚来的时候，别人偷偷跟他吐槽的。可睡着的蓝湛闭起眼睛，周遭强大的气场消散，本就雪白的肤色因为失血变得有点苍白，身上的古装还没来得及换下来，更像是古代病恹恹的体弱美人，不像冰，是块宝玉。当然这只是魏婴自己觉得。周围大神经的队友一股脑的涌了进来，有一人嗓门尤其大，还是个东北人。平常在队里大家就喜欢逗他玩，因为他队里有大半队员在口音上都已经归集东北了。
现在一看自家队长还躺着呢，叫唤道：艾玛，这怎么还整了个全麻呢？然后被魏婴一巴掌呼脑门上了。小点声，没看见人还没醒啊？他横了大嗓门一眼，小声道：兴许是睡了呢，一天下来怪累的。其实蓝湛一直醒着，手臂手术没必要全身麻醉，失血让他意识有点模糊，所以他在手术室里就开始闭目养神，推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让魏婴觉得他还没醒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他也不太知道要怎么面对魏婴，他看到簪子马上就要刺中魏婴的要害，行动在思考之前。好在魏婴也一直没有进病房来，他就没有魏婴那么多戏了。他所担心的无非是魏婴察觉出他的不对劲，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理智来想，蓝湛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，伤手臂和伤要害，自然选择前者，但是他心里存着那点心思，就会疑神疑鬼。说到底，他是个有七情六欲凡人。魏婴也是一样，两个人各自怀揣着各自的想法，一个站着一个躺着，隔着病房门板遥遥相望。可还没等蓝湛想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办，魏婴就带着一大帮子人闯了进来。他听到了队友的声音，然后他在魏婴说话的时候睁开了眼，向来话多的人瞬间闭嘴，表情看起来有点尴尬。吵醒你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蓝湛。蓝湛摇了摇头，目光投向魏婴身后的队友。犯人呢？已经带回警局了，队长放心，一切顺利。顿了顿，队长你怎么样了？没事。魏婴在旁边补充道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也没伤到骨头，就是碰到动脉了，失血有点多。队友们看起来都像是松了口气，气氛开始活络起来，一群人叽叽喳喳的夸和庆幸。魏婴凑到病床前，蹲下身来，把手臂和下巴搁在病床上，小声道：蓝湛，还疼不疼？还好。太危险了，你其实不用。魏婴住了口，这时候说这种话实在是太欠揍了，于是他改口道：多谢你啊。不用。蓝湛转开视线，轻声道：那时候犯人杀气太重，没有留情。魏婴闷闷地嗯了一声，不必自责。蓝湛道：魏婴啊。魏婴抬起头，跟蓝湛面对面看了半晌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。你什么表情啊？你说不自责就不自责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你好好养着，等你好了我请你吃大餐。话音未落，周遭投来了十几道渴求的目光。魏婴道：没你们的份，滚回去结案。说着就要扬手轰人，一行人嘻嘻哈哈地从病房里跑出来，被走廊里的护士呵斥不许跑动。一群刑警半点怨言也不敢有，踮着脚尖溜了。魏婴一掀衣摆在病房里的陪护椅上坐下，恨铁不成钢道：一群没出息的兔崽子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十分顺溜的骂完了，魏婴突然反应过来，妈蛋，怎么就剩我了？气氛突然沉淀，两相无言，魏婴汗都要下来了。说点什么？找什么话题？怎么开口？